，JNS S35是一台性能爆炸、逻辑精密的掌上实验电源。从消费者角度，它又是一个用不满、烧不起的性能怪兽。这类产品的价值不在于能否量产，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当极客不计成本放开手脚去造一台移动电源时，这个电源设计能被推到什么样的极限。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测试我们已经做完了，数据也足够震撼，千瓦级输出，可换电芯，6口快充，还有私有协议全兼容。但真正决定这台 JNS S35实力的，还得看它的心脏到底藏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台极客移动电源彻底拆开，看看它的内部架构能否配得上那份狂野的性能，双向电路怎么布的，功率模块怎样分组，还有耐克负责所有协议与温控的核心芯片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观拆机，而是一次深入的电路探索。它是工程师的杰作，还是发烧友的实验品？ JNS S35 它的真实用料、散热布局以及电气安全，我们这次要看个明明白白。充电宝拆解有丢失保修的风险，内部有锂电池，还有爆人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先卸掉前后盖板上面的螺丝，卸掉前面板，断开前面屏幕的排线，然后卸掉后面的盖子、硅胶的按键。卸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一个主板，壳体为定制的铝合金结构。主板模块一共有4片 PCB 构成，2片是主电路板子，侧边2边是固定电池的 PCB， 中间有3根加强筋连接进行固定。我选用的这个电池是比克动力的 45D 全吉尔动力电芯，下面还有3根加强筋用来拉住这个电池的2个 PCB， 这样的话电池在里面就不容易松动。 PCB 两边这一面还有这一面贴了泡棉进行保护，我们把这个泡棉也取开。电池正负极中间是用裂片进行加焊的，这个是为了过大电流的一种设计。主板背面的散热硅脂贴一整张啊，还有很多小螺丝，我们全部把它卸掉，就可以把这个主板拿出来。卸掉螺丝以后，我们就可以分开这个主板。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够不够复杂？这些小螺丝装的是非常紧的啊！大家看我卸螺丝的时候，第一下都是砰的一声非常清脆的响声，就是这个螺丝是固定到位的。主板的正极、负极用裂片加焊进行过大电流，上下板通过排针进行连接。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宝它是采用的分区分块，每一个充电口为一个独立的模组。一共由7个功能模块组成，它们互相协调，组成这一个功能强悍的充电宝。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电路板，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表面上看 JNS S35 只是个移动电源，当我们打开它的外壳之后，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消费级产品的设计逻辑。它内部的架构比多数的桌面电源还要复杂，从主控到保护再到功率切换，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系统，互相协同又彼此隔离。你能看到它像是被分成了几层不同的能量区，有控制的，有执行的，还有保护的，每一层都堆满了独立的芯片、电感、采样模块。它不是简单的给接口供电，而是通过一整套监测、判断、分配逻辑去控制每一条能量通路该如何出力，又该如何保护。更特别的是，它不是靠一颗主控在运行，所有的接口、输入输出路径似乎都有自己的小脑袋在单独思考，就像一支能量军团，每个部位都能独立决策，但又听命于同一个中枢。如果说普通充电宝的电路是一条直线，那么这台 JNS S35 的电路就是一张立体的能量网络，而它真正的复杂程度，只有当我们开始逐一讲解每个模块时，你才会知道这台机器为什么被称为极客玩家的性能怪兽。
GNS S35的主控系统是整机的中枢控制网络，核心 MSU 来自重庆亚特力科技。这家公司2016年成立，主营高性能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这个芯片具备高速定时器与丰富的外设接口，负责整机的功率分配、屏幕显示与功能逻辑。时钟信号由深圳扬星科技的贴片晶阵提供。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攻晶体震荡与时钟元件。它确保上面的 AT32在高频下仍能保持同步运算。数据存储使用的是深圳航顺芯片的 HK24C02，一颗 EEPROM 芯片，主要记录用户参数与功率配置。顺航成立于2013年，主营 EEPROM 与嵌入式 MCU。供电部分采用杭州犀利捷半导体的 SY8301同步降压芯片，将电池端的电压降到5伏左右。犀利捷成立于2008年，专注电源管理芯片设计。再有北京思旺电子的 SE8533线性稳压 LDO， 输出纯净的 3.3 伏，为主控 MCU 供电。思旺电子2000年成立，专业从事电源类管理 IC 设计，这样的两级设计能显著降低纹波干扰，确保逻辑电路的干净稳定。在主控侧边是一颗江苏润实科技的RS2057模拟开关芯片，用于主控与各路信号采样、显示板通信之间的通道选择与保护。润实科技2014年成立，专注高性能、高品质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尾部的按键控制段使用安徽宏金微电子的 STC8H1K08， 这颗8位 MCU 用于扫描7颗按键编码，输入信号并通过 UART iPhone-C 传给主控。宏金微电子2009年成立，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及系统解决方案。STC8H1K08 旁边2颗 RS2057模拟开关芯片，实现不同键值或功能模式切换，同时可防止外部干扰信号。适应 DW01芯片主要在低压区域起到过流与反解保护。这一支路由南京威盟电子的最高耐压40伏输入的 LDO 提供 3.3 伏电压，为这一颗 STC8H1K08 供电。芯片的型号为 M16203。威盟电子1999年成立，专注电源类模拟芯片。两路双向输入输出模块各有一颗宏金微电子的 STC8H8K64U MCU 芯片分别控制，再配合苏州思瑞普微电子的 TP181电流检测芯片，两路各有2颗，它们独立管理各自的 DC 或 Type-C 口的功率，并与主控 MCU 实时通讯。思瑞普微电子2012年成立，聚焦半导体技术开发。这2颗 MCU 供电采用3级分层供电的结构，首先是上海兴隆半导体降压型 DC-DC 转换器，型号 XL1509，将电池端的电压降到12伏，同时为风扇和4颗隔离电源模块供电。兴隆半导体2012年成立，专注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研发。深圳维新达电子隔离电源4颗，两并联，型号为 B1209S-1WR3， 把12伏转成隔离的9伏，再供给2颗 XL1509。这2颗 XL1509 最终输出5伏或者是 3.3 伏，为两路 STC8H8K64U 分控 MCU 提供干净独立的电源，保证测量精度与通信隔离，防止电压反灌。兴隆半导体 XL3001E1 搭配47微亨电感，2颗贴片电容，为后端的 LED 照明提供电力驱动。这一整套主控系统由亚特力统筹，宏金分控，犀利捷、兴隆稳压，维新达隔离，形成多层逻辑。它是一套多 MCU 协同网络，结构复杂却层次清晰，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与响应速度。电池与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全局监控用的是美国宁特半导体的 LT6804G-2， 一颗多节串联锂电池监视器，它能逐节采样电压，管理均衡。-2版本适合堆叠通讯，抗共膜干扰强。宁特半导体1981年成立，专注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的企业，现在属于美国亚诺德旗下的子公司。LT6804它由北京思旺电子 SE8550线性 LDO 芯片，独立供电，保证监测系统稳定高效。高测安全开关用的是美国德州仪器的高测 N 沟道 MOS 驱动器芯片，型号为 BQ76200。这颗芯片是主保护驱动核心，负责高压测、充放电 MOS 开关控制。美国德州仪器1930年成立，全球半导体行业领军企业。BQ76200旁边一颗 RS2057模拟开关芯片，能在毫秒级改变信号路径，确保驱动信号不串扰、不过压。充放电 MOS 就是电池保护开关管，采用的是西安华谊微电子产品2颗
型号为 HYG011N04，实现整包充放电断开、短路、过流快速切断。华谊微电子2017年成立，主营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发设计。电池保护主回路中靠近保护管2颗温度保险丝，用于防止电芯过热造成的热失控。总负极端再辅以德州仪器的经典双向电流功率监视芯片 INA226，做母线侧的电压电流功率测量，主控就能看到适时功率显示。电芯温度靠一颗 NTC 热敏电阻监测。主板温度还有北京闽源传感出品的 M1601温度传感器，有2颗，还有1颗在底部主板这个位置，用于上下主板温度监测。闽源传感2017年成立，主营温湿度传感系列产品。均衡用到思印510的功率电阻，搭配思印 2L 的 PNP 3级管，构成被动放热均衡，把高电压单体轻微泄放到电压更齐。电池保护系统里还藏着1颗深圳赛维微电子的 CW1073， 正常运行时它应该是不参与控制，只在系统宕机或者异常时强制切断通路，这属于多一层保险多一份安全的偏执式设计。赛维微电子2009年成立，专注于电池及电源管理芯片研发。3颗 R003 采样电阻用于电池端电流采样。思印 U 贴片一次性熔断保险6颗，做一次性极限防护。肖特基2级管 SP1045 处理反灌与蓄流。它不是普通的 BMS， 而是一整套实验级安全架构，主监控、执行检测、兜底4层齐上阵，逻辑冗余，物理独立，几乎为极限功率而生。后端双向升降压电路这部分是 S35 的核心动力单元，2组电路一模一样，我们这里只列举其中1组。升降压控制核心为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8802 控制芯片，它采用4管全桥结构，实现电池与 DC、C 口之间的双向升降压输入输出。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主攻高效率电源与快充控制。高低侧全球 MOS 还配备了3级驱动芯片，为美国德州仪器的 UCC27211协同控制3级。全球 MOS 功率部分配备4颗德国英飞凌的 BSC0702LS NMOS 开关管，第一组大电流低损耗。英飞凌1999年成立，前身为西门子半导体，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全桥拓扑电路两端各2颗100微法35伏固态电容，加上各3颗 MLCC 组合滤波，确保输入输出电压稳定与整个全桥拓扑电路的纹波抑制能力。全桥升降压拓扑中间1颗巨大的升降压电感，内部有白胶进行固定，用于双向电流储能、蓄流和滤波。C 口输出控制芯片采用深圳英吉新科技的 IP2738U， 支持 PD 3.1 最高28伏5安140瓦功率输出。深圳英吉新2014年成立，专注电源管理与快充协议芯片。在 DC 口方向串了1颗江苏润实科技 RS2299 4通道模拟开关，做路径切换、探测隔离，确保输入输出电路稳定安全。 C 口电压输入协商由无锡塑芯微电子 FS312B 右片芯片负责，确保 PD 协议多电压输入。塑芯微2018年成立，专注功率 SOC 芯片设计。保护层面，接口端配备思印 ES2D 2级管与思印 CM 顺态抑制2级管，负责反接与浪涌吸收。充电口的 V80 开关采用深圳新飞鸿半导体的 PMOS 开关管，型号为 FH18P04。新飞鸿2010年成立，专注高精度低功耗电池管理 IC 和中低压 MOSFET 研发。整个双向电路 SC8802 主控、UCC 驱动、英飞凌功率管3者构成高效能量中枢，可在毫秒级完成充放模式切换，是整机的动力核心。充电宝前端4口输出电路 C1 和 C2 口2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的是只列举其中1组。协议控制及升降压核心采用的是珠海智荣科技出品的 SW3538 协议控制芯片，它支持 PD 3.0 PBS， 输出能力可以达到20伏7安140瓦。珠海智荣科技2014年成立，专注快充协议与功率管理。半桥拓扑功率部分由2颗深圳星空源电子的 NMOS 开关管组成，型号为 AGM60114A。星空源2015年成立，专注功率半导体研发，配合深圳宝亨电子的 PG136 大电流电感储能滤波，规格为11微亨。宝亨电子2014年成立，专注于电感器、变压器等磁性元件研发。电池端1颗100微法固态电容，输出端2颗220微法25伏固态电容，再叠加 MLCC， 实现电流输出滤波
确保电压纯净。输出控制采用2颗 90N03 MOS 串联实现 V80 通断，配合 R2005 电流采样电阻反馈给协议芯片进行闭环调节。C3 和 A 口也是2路独立的降压输出 ，C3 口使用深圳英极星科技的 IP6550 升降压控制器，配合珠海智荣科技的 SW2303H 协议芯片，最高输出 PD 100瓦功率。半条拓扑功率级仍然是使用星空源 AGM6014A， 两端各配备一颗100微法35伏和220微法35伏固态电容，10微亨大电流合金电感，形成 LC 滤波，保持输出纹波稳定。同时，前端3个 C 口各配备一颗思睿普微电子的 TP181 电流检测芯片，用于适时显示每个充电口的功率情况。A 口采用的也是深圳英极星科技的 IP6550 升降压控制器，配合上海蓝星科技的 SC2151A 协议控制芯片，并再加上一颗上海普软半导体 F002AW15 单片级芯片，进行各品牌私有协议，破解握手。当然，这些私有协议的程序都是写在这个单片机芯片里面的。普软半导体2016年成立，专注于半导体存储器与控制 MCU 芯片的研发。A 口的半条拓扑功率级跟 C3 口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输出端同样采用2颗 90N03 MOS 串联，作为 V80 开关保护，配合 R2005 取样电阻，形成闭环控制。另外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整机的电容。这个充电宝采用的是2个厂家的贴片电容和贴片固态电容，黑色丝印的为电解电容35伏100微法，应该是东莞荣誉电子出品的，但是在荣誉电子官网没有这个 AJ 系列的资料啊。红色丝印为东莞超汇电子的固态电容，这家官网和电容上面的 logo 它是不一致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从整机结构来看， JNS S35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移动电源，而是一台被极客手搓出来的实验级能量系统。它的电路密度、控制逻辑和安全冗余完全超出了消费级范畴。我们先讲优点，再谈硬伤。第一就是主控架构极度完整，整机一共采用5颗 MCU 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亚特力 AT32 担任中央主控，红金 STC8H1K 负责按键与人机接口。2颗 STC8H8K 则各自独立管理双向功率通路。普软 F002 进行各品牌私有协议，破解握手，每一颗 MCU 都有自己的供电与任务边界，还有隔离电源，实现信号域与功率域完全隔离。再加上多层供电结构，稳定性与抗干扰性能都堪比工业控制系统。第二，电池保护体系堪称车规级，美国宁特 LT6804 担任电芯监测核心，配合德州仪器 BQ76200 高测驱动与 INA266 功率检测，构成完整的 BMS 3环结构，监测、驱动、反馈7节电芯的电压、温度、电流都在毫秒级响应，配合 NTC 热敏电阻、敏源的温度传感与多颗熔断保护，实现电气与物理的双层保护。可以说，这套 BMS 的水平是消费级移动电源里前所未见的工业配置。第三，功率电路极具攻击性，蓝星 SC8802 双向升降压控制器，配合英飞凌 BSC0702LS 4管全桥，驱动部分采用德州仪器 UCC27211 独立3级驱动。这套组合能在100安级电流下保持低导阻与高响应，配合思睿普 TP181 精密电流检测，形成闭环控制链。CE-C2 输出端的智荣 SW3538 同步降压拓扑，加上宝亨的 PG136 电感，还有星空源的 MOS 管，输出纹波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整机电能调度堪称桌面电源级别，不论是单口高功率还是多口并发，都有极高的稳定性。第四就是协议覆盖全面 ，PD 3.1、PPS、QC、SCP、VOOC 全兼容，整机所有的 Type-C 口走标准的 PD 3.1和3.0的快充协议 ，A 口还能智能识别私有快充，这种全知识的识别能力，体现的是协议站开发与硬件控制的双重实力。我们不避讳啊，缺点部分也要说到。第一就是系统的复杂度极高，5颗 MCU、3颗 XL1509、4颗隔离电源、10多路电感与采样。这套系统虽然能精确控制每个通道，但也让可靠性与维修性大打折扣。任意一颗芯片异常都会导致通信中断，或者是单个通路锁死。这不是消费级电源架构，而是一台测试工程师自己能修的机器。第二就是功率效率存在差异，不同的通路使用蓝芯、智
智容、阴极星3家控制方案，逻辑层和功率层标准不统一，这导致在多口并发时，总的转换效率会有2到3个百分点的差值。在实验状态下无伤大雅，但是在量产产品中就是设计冗余。第三，成本与体积高企，这一整套电路架构，光是主控与 BMS 的核心器件成本估计就要超过400。再加上高规格的 MOS 电感，整机的泵成本估计在500-600啊。如果是品牌化生产，加上结构件与利润，零售的价格势必会超过1500，在2000块钱左右。这就是它只能属于极客圈的根本原因。从工程角度看，JNS S35是一台性能爆炸、逻辑精密的掌上实验电源。从消费者角度，它又是一个用不满、烧不起的性能怪兽。这类产品的价值不在于能否量产，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当极客不计成本放开手脚去造一台移动电源时，这个电源设计能被推到什么样的极限。经过完整的性能测试和电路拆解，可以确定这台 JNS S35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充电宝，而是一台极客手中的掌上能量工作站。测试里展现出它极高的电能利用率，实测能量转换效率86以上，在默认温控阈值下，总输出功率可以突破700瓦，甚至短时可承受1000瓦级负载。更难得的是，所有的 USB 端口文波都控制在100毫伏以内，核心的 C1、C2 通道更是低至50毫伏的级别，电能纯净度几乎是桌面级电源的级别。不过，它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对数字，而是整机的工程思路，分布式 MCU 管理、层级供电、全隔离控制，这些元素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少见的实验室风格的移动电源。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款被优化过的量产产品，而是一台被工程师硬凿出来的极限机器。购买建议上，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日常充手机、充电脑的便携电源，这台机器不适合你，它复杂、贵、重，性能远超实际需求。如果你是电子 DIY 玩家、电源改装爱好者，或者需要测试各类高功率设备的工程用户， S35 绝对是一个梦幻平台，接口全、协议全，能量干净，可玩性极高。总结一句话啊， JNS S35 不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而是为极客准备的一台能量实验机。它代表了民用移动电源能被推到的极限，也说明只要设计不设限，国产 DIY 也能做到世界级的工程水准。测是为了了解，猜是为了真相，认真测猜，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猜，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